信佛信的不是神灵，而是因果；学佛学的不是迷信，而是智慧；拜佛不是弯下身体，而是放下傲慢；合掌不是双手作秀，而是崇敬万物。不给别人带来烦恼是一种慈悲，不给自己带来烦恼是一种智慧。勿在别人心中修行自己，勿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。人生本过客，何必千千结？曾经的你遇到不顺的时候怨天尤人，但是修行后你会想，是不是我的德行还不够，所以承载不了福报？于是你开始改变自己的言行，向善克欲。修行不是让你什么都顺，而是让你知道为什么不顺。修行不是等待菩萨来救赎，而是需要自度，去向内求，提升自己的内在认知，修正自己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利益他人，圆满自己。修行前错误都是别人的，修行后因果都是自己的。修行前什么都想要，修行后什么都不缺。生活原不苦，苦的是欲望过多。人心本不累，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。每一个人这辈子生活，或极富极贵，或极贫极贱，跟他人有那么大的差别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，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遭遇的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时来天地其助列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这个时和运有来历，佛家是叫业力。一个民族有它的业力，叫历史的必然性。历史是由必然性贯穿的，不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积。这个民族发展到哪一个时代，哪一个阶段，必会产生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情。个人也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都是承受一个业，在这种业中我们活动了，在活动的当中又造出新的业了，这叫业力的流转，它就是命运。修行就是摆脱业力对我们的支配。我们自以为我们很自由，其实我们是被业力支配，我们其实都是业力的木偶。想要清除累世业障，最快的法门不是烧香磕头，也不是广积福德，而是学会在每一个当下转念。消业的尽头是转念，如果转不了心念，一切外在的修行都如扬汤止沸，难以触及根本。业力是什么？不过是那些未被化解的念头、情绪与执着留下的印记，它们像无形的锁链，牵引着我们重复相似的困境与痛苦。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以及对关系的解读，而业力的显化往往就在这人际的摩擦、事件的冲击、期待的落空中汹涌而来。当事情不顺，我们习惯性地抱怨他人，指责环境，自怨自艾。每一个怨怼的念头升起，每一个不甘的执着抓取，都是在为业力之轮添柴加火，是在重复就有的模式，加深痛苦的烙印。人性常见于比较、评判、占有与嗔恨。他人一句无心的话，一个不如己意的行为，都能瞬间点燃我们内心的业火。愤怒、委屈、嫉妒、
恐惧，这些情绪风暴正是业力最活跃的显现场域。最大的业力陷阱往往就藏在最亲近的关系里，藏在最在意的事件中。我们深陷其中，被念头裹挟，与情绪搏斗，耗费巨大心力，制造新的冲突与伤痕。这正是业力的轮回。所以消除业力最迅捷、最根本的法门，并非逃离人群或事件本身，那可能制造新的业缘，而是在每一个念头升起的刹那练习转念。转念则业消，当外境触发你，把他凭什么这样对我转为这件事儿想教诲我什么，把抱怨指责转为理解接纳，或至少是暂时搁置评判，把聚焦于外转为内观己心。这也不是忍气吞声，是智慧的选择。不在情绪的泥潭里打滚，不喂养负面的念头，就是切断业力链条最快的方式。念头一转，情绪的火焰失去燃料，业力的惯性便被打破。心平了，气顺了，智慧的光才能照进来，看清因果，做出更有觉知、更少制造新业的选择。只要你能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处觉察、暂停，转向更开阔、更积极、更中道的视角，就是在以光速清理业障。心念清净了，外在的善行才真正有量，修行的道路才真正平坦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起是夜风，觉知是慧灯，转念即是当下解脱。与其耗尽心力在复杂的人际中纠缠，在宏大的修行仪式里寻求安慰，不如在每一个微小的念头上下功夫，练就一身转念的硬功夫，才是化解宿业、清净身心、走向自在的最快捷径。所以想要真正消业增福，就从此刻开始关照你的念头。学会转念，就是告别业力的开始。然而要想通过转念来改变命运轨迹，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转念。当面对不断涌现的执念时，我们往往会陷入尝试去转变、改变或消灭它们的存在。然而我要强调的是，一旦你开始试图对头脑中的念头施加影响，比如想要改变或消灭它们，你实际上又陷入了一个新的执念之中。这种与当下的对抗只会让你的内心更加动荡不安。记住，头脑中的执念最终只有两个去处，一是被认同，就是以执念的形式存在，导致你无意识地被其驱使，陷入情绪和行为的漩涡中受苦；二是被接纳，你全然地接受并允许它们的存在，这样你的头脑最终将超越这些执念，使它们悄然流过。前者带给你的是情绪的困扰，而后者则带来内在的平静与和谐。我们平时总说要学会觉察自己的念头，要学会观念头，但到底该怎么做呢？要观念头，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念头。如果把我们的本体，那个真实的自己比作一片宁静的天空，那念头就像是天上的云彩，时而聚在一起，时而飘散开来。它会变化，会流动，
但天空本身始终在那里如如不动。这些云就是我们的情绪、身体感受、头脑里的声音，以及我们对人对事的各种反应，比如我喜欢，我讨厌，这不对，那不好等等。通常最先出现的是直接的感受，然后是听到或看到的事物，之后才是念头。比如你突然膝盖疼了一下，紧接着你就会开始想怎么回事，是不是伤到了，会不会越来越严重。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如果你睡得很沉，没有做梦，那你其实是没有念头的。这说明念头其实是我们对事物的反应和链接，一旦没有了对象，念头自然就安静了。所以念头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对人事物的命名、判断、分别。比如这是人，那是花，那个人真讨厌，这朵花好美等等。那我们该怎么观这些念头呢？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每天脑子里都会冒出无数个念头，不管好坏，不管过去还是未来，念头就像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，滔滔不绝。如果我们不觉察它，就会被它带着跑，陷入一个又一个想法的漩涡里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外面吃饭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这里的饭菜不知道干不干净。接着你开始想象，万一吃坏了，可能会拉肚子，肚子痛可不好受，还会耽误工作等等。本来只是一个念头，结果我们当真了，愣是想了一大堆应对措施。再比如晚上走路，突然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马上念头就来了，是不是有鬼？然后开始各种联想，把自己吓得不行。我们的心一旦随念走了，就会掉进念为我们展开的内容里，一个接一个，像轮回一样无穷无尽，无有初期。所以观念头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被念头牵着鼻子走，心不随念转。念头有两种，一种是偶尔飘过的，一种是特别强烈的，反复出现的。对于那种一闪而过的念头，我们只要觉照到它，它自己就会消失。但如果冒出的是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，我们既不能压抑它，也不能跟着它跑，而是要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着它，陪着它，不去评判它，也不去对抗它。慢慢的，它自己就会散掉。当你真正明白念头只是念头，不是事实，你的头脑就再也骗不了你了。你可以随时回到现实中来，看看当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。比如你突然担心自己会生病，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，那你要做的就是觉察到它的存在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念头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然后把注意力拉回来，看看现在的自己。其实你正在吃饭，身体健康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个让你焦虑的未来，只是你想象出来的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形象，如果有人骂你是条狗，你最好的回应是看看自己屁股有没有尾巴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尾巴，那么事情就解决了。这告诉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现实中，而不是陷在念头的幻想里。那具体怎么练习观念头呢？我来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。
找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，坐着、站着、躺着都可以。我们以坐姿为例，坐下之后，先用眼睛看看周围的东西，比如窗帘、桌子、空调、门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把你的注意力从脑袋里拉回到现实，让你安住在当下，然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意念，从头到脚，像扫描仪一样慢慢放松每一个部位，眼睛、脸、肩膀、手臂、肚子、腿，让整个身体尽量舒适、自然、稳定放松。接下来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感受每一次吸气和呼气的过程，留意它是长还是短，是深还是浅，有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把注意力扩展到整个身体，感受每一次呼吸时身体的变化以及内心的情绪状态。这个过程不需要评判，不需要控制，只需要温和的观察、接纳，就像看一朵花慢慢开放，看一片叶子缓缓飘落，只是纯粹的观察和体验，旁观着一切，就这样感受身体，同时知道自己有什么念头。如果你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些特别强烈的念头，不要急着赶走它，也不要被它带走。你要做的就是留意它什么时候来了，又在什么时候悄悄地消散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请尽量放下对它的评判，不分析，不抗拒，不抓住它，不控制它，也不期待它马上消失，就让它自由地来，自由地走，像风一样来去自如。念头可能是图像、话语、回忆、幻想、计划，不管它是什么形式，都给它一个空间，让它自己演出，自己落幕。你只需要做一个安静的旁观者，不需要参与，不需要干预，不需要讨厌它，也不需要喜欢它。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当成一个电影院里的观众，念头就像电影里的画面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屏幕上，你看到它们，但你不跳进屏幕里去。当画面过去，你也放下它，你只是坐在那里，看着剧情上演，看着情绪起伏，看着记忆闪回，但你始终知道，那只是影像，不是现实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小心走进了电影里，被剧情牵动的情绪，那也没关系，只要你觉察到自己被卷进去了，就可以轻轻地把注意力拉回来，回到呼吸，回到当下。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，念头和念头之间其实是有空隙的，虽然这个空隙可能比一刹那还短，但它是存在的。你可以试着去注意这些空隙，如果你能持续观察，这些空隙会慢慢变大，你会越来越频繁地体验到那种宁静、清明、没有内容的状态。那种状态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而是你存在本身的样子。当你开始熟悉这种空的感觉，你会发现它才是你真正的本质，它不依赖任何念头、情绪或身份，它只是存在像天空一样广阔，像水一样清澈，像镜子一样明亮，
所以我们说观念头其实是在观察念头的起处和落处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念头本身，而是它与它之间的那个空，那个空才是你本来的样子，才是你生命的本源。当你能稳定地安住在这个空里，不被念头牵着走，你就开始接近一种叫做空心的状态。就像心经里说的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意思是，当你深入的觉察，你会发现所有的情绪、想法、身体感受其实都不是你，它们只是经过你而已。而真正的你是那个觉察本身，是那个清明的存在。当然，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念头特别多，情绪特别强烈，好像怎么也静不下来。别着急，这很正常，只要你不抗拒、不控制，只是静静的观察，慢慢的这些念头就会像潮水一样退去，留下一片宁静的沙滩。记住，不要期待一次练习就能开悟，也不要设定什么目标，你只是在做一件事，像看电影一样，专注的安静的看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念头电影。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的练习，你会发现觉知的力量在悄悄增强，念头的影响力在悄悄减弱，你会越来越能安住在当下，越来越能与自己和平相处。最终你会发现，你不是念头，你不是情绪，你不是过去，你不是身份，你是那个一直在看着这一切的觉知本身。当念头在头脑中产生时，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。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们能做的唯有全然接受。任何试图改变或消灭这些执念的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很多人误以为转念就是针对不好的念头采取行动，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。佛陀并没有教导我们在观察到情绪背后的执念后去转念，因为那样只会引发新的对抗和执念。新产生的试图改变一些有执念的念头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执念，它同样应该被安静的观察，并全然的接受和接纳。这种想要改造和修正头脑中执念的念头，实际上是你头脑在权衡利弊，试图用认知和道理去管理情绪的一种体现。然而，这样的做法只会让你在头脑的二元对立中继续纠缠，最终导致情绪的崩溃。如果想要在实质上解决问题，唯一的途径是超越问题本身的维度，就是超越我们的思维模式，全然的接纳，不介入的观察，是对头脑思维最理想的超越方式。在这样的超越过程中，我们的意识得以觉醒，并以一种超越思维的更高级意识存在。此时，执念会在我们的观察之下默默流经，不再困扰我们。接下来，在觉知的引导下，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接下来的行动。我们会选择那些在我们意识支配下主动升起的全新念头，并立即将其转化为行动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内在的负面低频能量场域，此刻已转化为积极、正向且平和的高频场域。
这就是化解一切苦厄和负面情绪的最有效方法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并非消灭念头。一个没有念头的人与植物人或死人无异，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大脑的指令下完成的。我们追求的不是无念，而是让所有的念头都暴露在觉知的照耀下。我们可以选择让它们流经，或者成为我们的行动，甚至可以选择进入冥想，暂时与头脑解绑，在安静中积蓄能量和提升定力。当我们拥有更多这样的选择时刻，我们的意识能量将更加自由，生命状态将更趋向于觉醒。真正的修行者会抓住这些生命中的宝贵时刻，超越旧有的思维反应，通过全然的接纳和如实的观察，让执念流过。他们会坚定地依照良知的指引行动，最终接近于一个知行合一的觉悟之人。讲到这里，你有没有体会到，转念并不是简单的将一个念头转变为另一个念头，它的本质是让我们从抗拒转变为接受当下的一切。真正被转变的是我们自动化的思维反应模式，这种根本上的转化才是转念的真正意义。选择接纳而不是对抗，让执念从失控的驱动者变为我们最得力的工具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接纳了当下的一切，包括所有的无常、生活的变化，以及头脑中自动升起的执念和评判。如果内心无法平静，即使你看到了头脑中的执念，也请相信，必定还有某些困扰你的情境和真实发生尚未被你觉察和接纳。这是内观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前提。真正的接纳是无条件的承认，从全新的角度看，此刻的发生是完全合理和应该的。如果你仍然感到困惑，不妨借用佛陀的教诲作为指引。你所遇到的所有苦难和障碍，都是来成就你的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念转则业消，业消则命转。愿你一念清净，万事皆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